布雷维斯特家族则寻求与地下势力合作，经营着某些见不得光的生意。布雷维斯特家族最大的秘密就位于地图中布雷维斯特家族庄园下方的厕所里。触发这个彩蛋没有任何额外条件，只要过来就可以看到。从表面来看，里面关着一个兔唇之人。兔唇又叫做先天性唇裂，其具体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发病多与以下情况有关：如患者的父母或者其他非直系的亲属患有兔唇，则患者患有兔唇的几率会大大增加。按照正常逻辑来说，这个女孩出生就患有这个病，作为大家族，肯定不想被人知道家族里有一个有病的怪物，所以就把她关了起来。但是有个疑问，单纯的先天性疾病为什么要戴手铐和脚镣，而且还要在厕所的外围用一圈铁链牢牢锁起来？找一下会发现，在庄园房子的楼梯下的一个角落，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张布雷斯维特家族的全家福。通过全家福可以看到，他的家人并没有和他一样患有先天性兔唇的疾病。这么来说，他患病的几率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因为兔唇是一种先天性遗传疾病，很大可能这个人不是先天性疾病，而是后来被恶魔附身了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导致被关起来。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第一个线索，在圣丹尼斯贫民窟的酒馆里面，有一张他正常时期的照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来这两个完全就是一个人。第二个线索，由于罗兹镇的重建项目被格雷家族拿下，导致布雷斯维德的生意频频受阻。第三个线索，等我翻看凯瑟琳·布雷斯维特资料，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和他非常相似的人，这个人叫格特鲁德·巴罗斯·贝内特，是19世纪末的一个小说作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对比，基本上可以说是非常相似。当然不只是照片，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恶魔附身的中篇小说，并且他也抛弃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而在游戏里面，凯瑟琳也有一个女儿，就是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兔唇女，并且兔唇女的名字就叫格特鲁德。第四个线索，在任务真爱之路的第5个阶段，我们可以带佩内洛普来到这个厕所，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信息：第一，他曾经想要救他的表姐，并且在离开的时候还答应会照顾她。根据以上的4个线索，我们便可以推断出他为什么会被恶魔附身。在游戏中有这样一个人，名叫高帽男，而这个高帽男的能力是和任何人达成交易，但是对方必须抛弃一样东西。在故事线里，1865年奴隶制度废除之后，凯瑟琳的父母接受不了，然后就一起自杀了，因为他们家是以贩卖奴隶来发家的。之后，布雷斯维特家族开始做起了私酒生意，但是却无法正常销售，因为联邦政府需要重新建设新南方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作为老牌的顽固实力，布雷维斯特家族一心想要恢复传统的南方模式，而恰恰就是这点，他满足不了联邦政府的要求，因为一个国家需要源源不断的新东西涌入，才能得到进步。而反观格雷家族，由于其外来者的身份，很难在这里生存，他只能与联邦政府亲近并达成合作。于是，格雷家族掌握了大量的武装治安权，并在镇上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各个行业，导致布雷斯维特家族无法与格雷家族进行对抗，因为格雷家族背后站的是联邦政府。但如果有超自然力量帮助布雷斯维特家族，这一切就可以说得过去了。线上模式中，在1892年，凯瑟琳最大的私酒生意竞争对手是马基费克，但他已经被烧死。然后马基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和当地最好的私酒酿造师一起投靠了布雷斯维德家族，并为他们监督生产。由于这一连串突出的偶然情况，布雷斯维特家族一夜之间生意就好转了起来。而凯特琳为了得到金钱，她与高帽男签订了协议，代价就是她的女儿永远被献祭给了恶魔。当然，她也获得了相应的权利和金钱，不然在当时他们的家族不知道凭什么资本跟格雷家族抗衡，更不要说后来两大家族相互制约的这种情况了。在游戏中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当我们观察完厕所里的状况后，会发现有个女人开始重复数数，然而这个女人似乎只能连续数到5，后面的数字基本上都是混乱的。而这个5我觉得很大可能指的是 GTA， 因为这里它给出了一组数字，而我们通过这组数字可以在 GTA Online 线上模式打电话给纳扎尔夫人。而在 GTA Online 当我们购买了游戏厅，就可以在这里购买纳扎尔预言游戏机，而这个预言游戏机他所说的每一个预言都精准地对应了《荒野大镖客》中的各大未解之谜的彩蛋。对于纳扎尔夫人的这个彩蛋，我会专门制作一期视频来为大家进行解说。视频制作不易，不妨点个关注再走哦。